欢迎来到新闻频道。当您订阅频道时，演员们会很高兴。骄阳似我为求内敛删减关键剧情，观众克制不等于没脾气。现代都市言情剧《骄阳似我》由人气演员宋威龙与国民妹妹赵今麦联袂主演，凭借着两位主演之间超乎预期的化学反应、精良的制作以及甜虐交织的剧情，开播不久便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收视率一路高歌猛进，稳稳地坐上了黄金档的冠军宝座。特别是当剧情推进到第22集，男女主角林宇森与聂曦光之间那场跨越多年的致命误会终于冰释前嫌时，骄阳似我终于解开误会等话题词条，瞬间引爆社交网络。无数观众为这对历经磨难的情侣破镜重圆而感动落泪。然而，正当剧集的热度与口碑看似要达到顶峰之时，一股强烈的质疑与愤怒之声却在各大平台发酵蔓延，其矛头精准地指向了一个在正片中被悄然抹去的关键镜头。这场风暴的绝对中心，正是原著小说中一个被无数书粉奉为圭臬，视作角色灵魂所在的名场面消失的奇耻大辱。在著名作家顾漫的原著小说里，当那个一向骄傲、清冷、隐忍的男主角林宇森，在历经人生巨变，从天之骄子的外科医生宝座上陨落多年后，终于得知当年那场让他赴约并遭遇车祸的邀请，从头到尾都是一场恶劣的骗局，自己的人生悲剧竟源于一场荒唐的身份冒用时，他的反应是极致而震撼的。书中用极具冲击力的文字描述到，他用尽全身的力气，将积压了数年的不甘、屈辱与愤怒尽数灌注于一拳，狠狠地捶在冰冷的墙壁上，然后从牙缝中挤出那句足以概括他半生悲凉的4个字：奇耻大辱。这不仅仅是一句台词，它是林宇森这个角色压抑多年情绪的唯一宣泄口，是这位曾经的天之骄子在发现自己被命运无情戏耍后，所有骄傲与尊严轰然碎裂的声音。对于原著读者而言，这一幕是林宇森角色弧光的最高点，是他们陪伴角色承受了无数委屈后共同期待的情感大爆发。然而，在万众期待的剧集正片中，这场本该惊天动地的爆发，却被处理得无声无息、风平浪静。更让观众怒火中烧的是，剧组为了预热宣传，早先放出的拍摄花絮里，清晰地记录了宋威龙已经倾情演绎了这场戏。他捶墙的动作，因极度愤怒而隐忍到青筋暴起的面庞，都预示着一场酣畅淋漓的表演即将上演。拍了却不播，这种操作在翘首以盼的粉丝看来，无异于餐厅精心宣传了一道绝世美味，吊足了所有食客的胃口，却在开席前1秒将主菜撤走。这不仅是失望，更是赤裸裸的欺骗与玩弄，魔改原著、阉割角色的标签，在一夜之间被愤怒的观众贴满了骄阳似我的每一个相关评论区。那么，这场足以引爆全网的爆发，究竟因何而来？要深刻理解观众排山倒海般的愤怒，就必须回到那个改变一切的故事起点。那时的林宇森是国内顶尖医学院最耀眼的天才，他的未来清晰可见，是一条铺满鲜花与荣誉的康庄大道，注定要成为一名在手术台上创造生命奇迹的顶尖外科医生。然而，一封以他心中暗恋的女孩聂曦光名义发出的约会邀请，彻底改写了他的人生轨迹。他怀着少年人特有的雀跃与期待驱车赴约，却在半途中遭遇了一场毁灭性的车祸。他的手，那双被誉为上帝之手，本该在无影灯下翻飞起舞的手，遭受了无法逆转的重创。天才外科医生之路就此戛然而停。身体的创伤尚可愈合，心灵的打击却是致命的。在他最痛苦、最无助的治疗与漫长康复期间，那个他以为邀约了他的聂曦光，
从未出现过，连一句问候都没有。这份被抛弃、被无视的怨恨与不解，像一根淬了毒的刺，在他心里深深地埋藏了数年。当他多年后以另一种身份在职场与真正的聂曦光、赵金麦氏重逢时，他所有的行为都充满了难以言喻的矛盾。一边是无法克制的灵魂吸引与死灰复燃的爱意，另一边又是源于过往巨大伤害的刻意刁难与冰冷疏离。观众跟随着他的视角，一同感受着这份爱恨交织的极致煎熬。而当真相最终在女主角父亲吴启华氏的误会推动下大白于天下，原来一切都是其干女儿马念媛赵习如氏出于嫉妒与虚荣的恶意捉弄时，林宇森所承受的早已超越了被欺骗的单纯愤怒。那是一种对自己多年来错付的恨意，对人生被彻底颠覆的无力感，以及对自己那份可笑的骄傲与执念的终极嘲讽。在这样复杂而沉重的情感积压之下，一场奇耻大辱的怒吼与捶墙，是所有情绪奔涌到极致后最合乎逻辑，也最被观众所期待的宣泄。正因如此，剧版近乎静音的克制处理，瞬间点燃了舆论场的激烈对垒。原著粉们义愤填膺，他们认为编剧和导演根本没有读懂林宇森这个角色的灵魂。他是一个多么骄傲的人，却被命运如此作践，他的人生被偷走了。难道连愤怒的权利也要被剥夺吗？一位网友的评论获得了高赞。我们等了20多集，就是为了等这一刻的爆发，结果你给我一杯白开水。这是对角色和观众的双重不尊重。这不是改编，这是阉割，把一个有血有肉、有爱有恨的立体人物强行变成了一个没有脾气、逆来顺受的扁平纸片人。这些愤怒的评论代表了对角色核心魅力被严重削弱的强烈不满与抗议。然而，在一片声讨声中，也浮现出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声音。许多从剧集开始追看的纯剧粉和部分路人观众则认为，剧集的处理方式不仅没有问题，反而更显高级。宋威龙饰演的林宇森，从始至终都带着一种克制和疏离感。他的痛苦是内化的，是通过眼神的空洞、微表情的抽搐和指尖无法抑制的颤抖来传达的。一场大吼大叫的戏，反而会破坏这种贯穿始终的统一性格塑造，显得过于琼瑶化，落了下乘。无声的崩溃比有声的呐喊更具杀伤力。当他得知真相后，那种从难以置信到荒谬继而悲凉，最终化为一片死寂的眼神变化，已经传递了排山倒海的情感。这才是真正属于林宇森的崩溃方式。这场关于魔改还是升华的辩论，迅速演变为对影视改编度的深度探讨。改编是为了更贴合影像语言的含蓄之美，还是必须无条件的复刻原著中每一个深入人心的名场面？平心而论，抛开这一争议，骄阳似我的成功并非偶然。他精准地抓住了都市言情剧的核心要素，宋威龙与赵今麦之间那种清新自然、毫不做作的 CP 感，从出狱时的误会丛生、针锋相对，到后期解开心结后的甜蜜互动，都牢牢地抓住了主流观众的心。吴启华等老戏骨的加盟，也为剧集整体的表演质感增添了厚度。收视率的持续夺冠，是市场对其整体可看性与娱乐性的直接认可。但此次沸沸扬扬的山系风波，无疑给所有正沉浸在 IP 改编热潮中的影视创作者们敲响了一记响亮的警钟。它深刻地揭示了在流量与口碑的复杂博弈中，如何处理原著精神与影视化创新之间的微妙关系，已经成为决定一部改编剧最终是能够升格为经典，还是不幸沦为争议话题的关键所在。或许在下一次改编项目启动之前，创作者们需要深度思考的
不仅是如何运用镜头语言拍出一个引人入胜的好故事，更是如何与那些早已在文字世界里与角色同呼吸、共命运的核心读者们，达成一场关于尊重、礼节与信任的真诚和解。毕竟，当一部作品选择建立于已有粉丝基础的 IP 时，它所承载的便不仅仅是商业的期许，更有一份沉甸甸的情感责任。